这不是咱们的圣骑士陆胜大人吗？今天之后准备去哪里要饭呢？一个垃圾职业，这辈子注定了是社会底层的渣子，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这个男人明明觉醒了全世界最废的圣骑士职业，被誉为注定的社会底层，可下一秒他即将觉醒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的逆天神技，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当场跪下。故事要从这场决定命运的天赋觉醒仪式说起。眼前的男人叫陆胜，5年前他还是个沉迷网游的甘地神话，因为连续爆肝5天5夜，竟意外穿越到了这个打怪就能升级，人人都能转职的蓝星世界。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血统鉴定他为圣骑士，一个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只能加血扛伤的万金油辅助，公认的最废职业。今天就是觉醒天赋的日子，还没出门，养父母就警告他不要惹是生非。陆胜自信满满，他坚信只要觉醒一个 A 级天赋，就能彻底改变圣骑士的垃圾定位。可他刚到学校，就撞上了年级第1的天之骄子李天华。李天华是隐藏职业雷霆战法，家世显赫，他居高临下的嘲讽陆胜，说他这种垃圾职业注定是社会底层的渣子，连给他提鞋都不配。面对如此羞辱，陆胜没有丝毫退缩，他冷笑着一拳就砸在了李天华的脸上。天之骄子何曾受过这种委屈，他当即暴怒出手，一道雷光直奔陆胜面门。然而陆胜只是不屑地抬起手，一道金色光盾瞬间出现，完美挡下了攻击。这正是圣骑士唯一有用的保命神技神佑之盾。李天华还没来得及震惊，就被赶来的老师制止了这场闹剧。很快天赋觉醒仪式正式开始，所有学生都领到了一瓶觉醒药剂，成败在此一举。随着众人饮下药剂，现场光芒四射，一个刺客职业的学生竟觉醒了 A 级天赋暗影君王，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他激动地大喊自己终成人上人，而大部分人都只觉醒了 C 级或 D 级的普通天赋。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陆胜身上，在一片讥笑声中，陆胜面无表情地喝下了药剂。只见旁边的同学身上紫色光芒冲天而起，整个广场都被这股力量震得嗡嗡作响，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他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反应。这个废柴圣骑士究竟觉醒了什么逆天天赋，或者说他能觉醒成功吗？连天赋都没有，这下我算是彻底凉透了。注意看，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个被全校嘲笑的连天赋都无法觉醒的废柴，下一秒却直接获得了传说中都不曾出现过的 SSS 级天赋。而这一切都要从这场万众瞩目的天赋觉醒仪式说起。这是一个全民转职、打怪升级的世界，天赋等级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此刻一个狗眼看人低的男人刚刚觉醒了 A 级天赋奥数洪流，引得周围同学阵阵惊呼，无数少女更是投来爱慕的目光。可这位学长却一脸不屑，因为他拥有隐藏职业，区 A 级天赋根本配不上他尊贵的身份。就在这时，老师叫到了主角陆胜的名字。作为垃圾职业圣骑士，所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然而当陆胜喝完觉醒药剂后，等了半天系统却毫无反应，他竟是一个无法觉醒天赋的哑炮。嘲笑声瞬间淹没了他，尤其是刚才那位 A 级天赋的同学，更是直言一个连天赋都没有的圣骑士简直是废物中的废物，丢人现眼。陆胜回到家后彻底懵了，他本是一个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5年，父母是为国牺牲的先烈，可他自己却成了家族的耻辱。他转职的圣骑士本就是公认的下水道职业，属性加成、治疗量、伤害全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如今更是连唯一翻盘的希望天赋都彻底破灭了。巨大的悲伤和绝望涌上心头，陆胜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出现了幻觉。恍惚间，一尊巨大的圣骑士法像在他脑海中浮现，他以为这是自己太过悲伤导致的幻听幻视，可下一秒，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却在他脑海中炸响：已觉醒 SSS 级天赋，万倍增幅。陆胜瞬间石化，在这个世界 ，A 级天赋已是顶级，S 级便是凤毛麟角的究极强者，而 SSS 级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顶级天赋。原来他不是没有天赋，而是他的天赋太过强大，需要更长的蓄力时间。他立刻查看天赋效果，介绍简单粗暴到极致，可以将指定技能的效果提升10000倍，持续1小时。陆胜看着自己技能栏里那些1%的增伤，微不足道的回血，心脏狂跳不止。这些垃圾技能一旦乘以10000倍，那是什么概念？1%的属性增益将变成1000000的全属性暴涨，一丁点的回血将变成瞬间满血，甚至起死回生。这哪里是天赋，这分明是让他直接肉身成圣的无敌外挂。此刻，外面的人还在无情地嘲笑着这个废柴，却不知这个男人已经拥有了颠覆世界的力量。面对这巨大的喜悦，他冷静下来，决定立刻启动天赋。那么他会选择哪个技能进行第一次10000倍增幅？他又将如何让这些瞧不起他的人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上集说到，男主在觉醒仪式上觉醒失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哀怨自己人生无望，未来迷茫的时候，下一秒却觉醒了10000倍增幅系统，一个技能的持续时间直接延长到整整16个小时。然而为了不被当成小白鼠研究，他选择隐藏着逆天的3S 级天赋，对外只宣称自己觉醒了平平无奇的 C 级天赋。故事要从他重返校园说起。此刻男主陆胜的好友正为他觉醒天赋而高兴，
可言语间却满是担忧，因为陆胜的死对头天之骄子李天华不仅觉醒了 A 级天赋，更是稀有的隐藏职业雷霆战法，前途不可限量。而陆胜的圣骑士不过是烂大街的地摊货，两者有云泥之别。更让人生气的是，李天华刚觉醒就被东林市长官亲自接见，还获得了100万的巨额奖学金，这笔钱恰好是陆胜牺牲的父母留下的全部抚恤金。就在这时，嚣张的李天华带着跟班出现了，他毫不留情地嘲讽陆胜是只敢在半夜觉醒的老鼠，根本不配与自己相提并论。面对羞辱，陆胜却异常平静，他直接向李天华发起了一场赌约，就赌今天谁在新手副本里升级更快。如果陆胜输了，他赔上父母留下的100万抚恤金；但如果他赢了，李天华的100万奖学金就得乖乖奉上。此言一出，所有人都觉得陆胜疯了。一个 C 级天赋的圣骑士，拿什么去跟 A 级天赋的隐藏职业比升级速度？李天华更是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白送钱的赌局。很快，众人进入了新手专属的黑暗森林副本。一进地图，李天华就带着众人孤立了陆胜，讥讽他别被1级小怪秒掉，随后扬长而去。他们以为把这个废物甩掉了，却不知道这正合陆胜的心意。没人抢怪，他终于可以火力全开了。看着手中的新手锤子，陆胜不屑一笑。虽然武器拉胯，但他有万倍增幅。为了隐藏实力，他没有选择增幅那些效果夸张的技能，而是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不起眼的攻击技能神圣审判上。天赋激活，技能效果瞬间提升，每次攻击竟能附加1万点额外伤害。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李天华团队却陷入了苦战。他们刚进森林就遇到了一群黑暗蝙蝠。虽然李天华临危不乱地指挥着众人集火，勉强稳住了阵脚，但练级效率却极其低下。就在他的跟班们纷纷夸赞学长有勇有谋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恐怖的刷怪风暴即将在森林的另一头掀起。已经化身魔王的陆胜会怎样血洗整个新手村？而李天华输掉赌局时又会是何等精彩的表情？上集说到，陆胜因不满奖惩制度，跟同学打赌，决定要大赚一笔。进入副本后，便开始了一个人的刷怪之旅。注意看，这个男人明明是全队公认最垃圾的辅助圣骑士，可他一锤子下去，却能瞬间秒掉一整个怪物军团。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个叫陆胜的男人刚刚觉醒了独一无二的万倍增幅系统。此刻，他正悠闲地清理着幽冥森林里的黑暗蝙蝠，看着屏幕上疯狂跳动的经验加80。对他来说，这些别人眼中的恐怖魔物不过是一群会走路的经验包。而就在不远处，另一支由天之骄子李天华率领的精英小队却陷入了苦战。李天华作为觉醒了隐藏职业的天才，好不容易才带领队员击败一只小怪，正享受着队友的吹捧。可当他们遭遇大批怪物围攻，准备狼狈撤退时，却迎面撞上了被怪物包围的陆胜。李天华顿时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他正和陆胜有着赌约在身，巴不得看他被怪物撕成碎片。然而下一秒，李天华的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只见陆胜不慌不忙，抡起手中的战锤，一锤一个，那些让他们头疼不已的怪物，在陆胜面前竟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清扫一空。李天华不敢相信，立刻发动洞察术，查看陆胜的属性。面板上显示的却是一堆垃圾到不能再垃圾的数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然不知道。陆胜早就料到会有人窥探，特意强化了神圣审判技能，完美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实力。除非李天华亲自挨上一锤，否则他永远也看不穿陆胜的底牌。看着飞速升级的面板，陆胜果断将所有属性点加在了力量和体力上。既然老天给了他万倍增幅，他绝不会再像其他圣骑士一样窝囊的当一个辅助。眼看陆胜的等级就要追上自己，被极度冲昏头脑的李天华为了赢得赌约，竟不顾队友的劝阻，强行带领队伍闯入森林深处。他要用更快的升级速度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天才。很快，他们就遭遇了一只高达6级的恐怖熊怪。李天华自信满满的指挥盾战士上前抗伤，可一个照面，盾牌就被拍得粉碎。李天华大惊失色，急忙使出自己的绝招雷霆之剑，但巨大的等级差距让他的攻击如同刮痧。眼看全队即将覆灭，这个所谓的天之骄子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决定。他一把推开身边求救的队友，将他们当成拖延怪物的诱饵，自己则头也不回的逃跑。在队友绝望的咒骂声中，这位昔日的天才彻底沦为了一个无耻的懦夫。这个抛弃队友狼狈逃窜的李天华，接下来又将如何面对飞速成长的陆胜呢？上集说到，自负的李天华拉上队友越级去挑战6级的熊怪，大招放完后，怪物却毫发无伤。危急时刻，他竟然丢下队友跑掉了。注意看，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全校公认的1级废柴圣骑士，下一秒却当着执政官的面达到了连天才都无法企及的20级。而这一切都要从他和校内第一天才的一个100万赌约说起。故事发生在一个全民转职、打怪升级的世界。男主陆胜觉醒了最没前途的圣骑士职业，而他的死对头李天华却是百年难遇的隐藏职业天才。李天华不仅当众嘲讽陆胜，还拿国家奖励给他的100万奖学金作为赌注，要和陆胜比谁升级更快。进入试炼场黑暗森林后，自负的李天华为了炫技，竟引来了一只远超自己等级的6级熊怪。眼看打不过，这个伪君子竟毫不犹豫地抛下队友当垫背，自己狼狈逃跑。就
就在队友们即将团灭的绝望时刻，一道圣光闪过，陆胜随手一锤，就将熊怪瞬间秒掉。得救的队友们又惊又愧，之前他们还曾看不起陆胜，没想到救他们于水火的竟是这个废柴。更让他们震惊的是，陆胜此时已经轻松升到了10级。另一边，灰头土脸的李天华找到了校长和专程前来的下执政官，这位执政官对李天华寄予厚望，正准备将100万奖学金亲手交给他，并盛赞他是神夏国的未来。可李天华却恶人先告状，声泪俱下的污蔑陆胜，说他为了赢得赌约，使用了作弊道具，在练级区秒掉所有魔物。位高权重的下执政官不问青红皂白，仅凭李天华的一面之词就勃然大怒，认定陆胜品行败坏，企图用下三滥的手段骗取天才的奖学金，是要严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就在这时，陆胜心满意足地从森林里走了出来，他不知道外面的阴谋，只觉得自己还没打过瘾，森林里的怪就都被刷光了。李天华立刻指认他就是作弊的陆胜。下执政官怒目圆睁，立刻对陆胜使用了探查术，准备当众揭穿他的等级，坐实他的罪名。然而探查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屏幕上显示的不是1级，也不是10级，而是惊世骇俗的20级。反观一旁的天才李天华，等级依然是可怜的1级，这颠覆认知的升级速度，连校长都惊呼，就算是隐藏职业也绝对做不到。陆胜看着脸色惨白的李天华，轻蔑一笑，宣布赌约是自己赢了。可下执政官为了维护天才的面子，竟当场耍赖，强行宣布赌约作废。他给出的理由荒谬至极，一个圣骑士绝不可能升这么快，所以陆胜一定是作弊了。面对这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权力的压迫，陆胜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直指执政官是个不分是非的老匹夫。被当众顶撞的下执政官彻底暴怒，他会如何对付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而陆胜光速升级的背后，又究竟藏着什么惊天秘密？上集说到，男主被同学冤枉，在新手区作弊，而正当众人被蒙蔽冤枉男主时，转机出现了。原来就因为瞧不起队友的 C 级天赋，这个被誉为国之栋梁的天才，竟在试炼中将所有同学推向魔物，把他们当成自己逃命的肉盾。而这一切都要从他以为自己能拿走100万奖金的那一刻说起。此刻，这个名叫李天华的天才正值得意满，可他没想到，那些被他当成炮灰的同学们竟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怒不可遏，当着校长的面揭露了李天华在黑暗森林里令人发指的行径。原来，李天华为了超进道，强行把队伍带进险地，遭遇强大魔物后不敌，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抛弃队友，让他们给自己挡刀垫背。更离谱的是，李天华毫无愧疚，反而宣称自己是高贵的隐藏职业者，是未来的国之栋梁，那些废物同学能为他垫背，是死得其所。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同学们的生还并非奇迹，这个名叫陆胜的男人恰好路过，以一人之力救下了所有人。正义的校长看穿了李天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当场震怒，他剥夺了李天华的100万现金奖励，并将其转手赠予了真正的英雄陆胜。此举彻底激怒了李天华和他的靠山，他放下狠话，势必要让陆胜付出代价。执政官也因为被驳了面子，称这个校长要干到头了。风波过后，校长单独叫住了陆胜，他根本不信陆胜对外宣称的只是个 C 级普通天赋，因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小时内等级飙升到20级？面对校长的质疑，陆胜只是笑而不语。他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校长见他心思缜密，也不再追问，反而提醒他已经彻底得罪了李天华，未来必定麻烦不断。而此时的神夏国形势严峻，国内隐藏着许多奸细，专门围剿有天赋的年轻转职者。校长让他注意隐藏自己。紧接着，校长谈到了更关键的问题：职业专精。陆胜的职业是圣骑士，通常有3个发展方向，最热门的是能加血的治愈骑士和能抗伤害的防护骑士，因为这2个方向容易组队，是团队的香饽饽。而最冷门、最无人问津的，则是惩戒骑士，原因只有一个：伤害输出太低，被所有队伍嫌弃，堪称下水道职业。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陆胜选择热门专精，以便将来好找队伍自保。可没想到，陆胜却嗤笑一声，他什么时候说过自己需要队友了？下一秒，在校长震惊的目光中，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那个被所有人视为废物的惩戒骑士方向。校长叹气，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个男人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他凭什么敢选择一条孤立无援的绝路？上集说到，男主不听校长劝阻，毅然选择了垃圾职业惩戒骑士。故事要从转职仪式后说起。男人名叫陆胜，刚刚转职了惩戒骑士这个职业，所有人都认定这是个毫无伤害的纯炮灰，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混经验。就连校长也气得跳脚，骂他是烂泥扶不上墙，找不到任何队伍愿意接纳他。可陆胜却一脸淡定，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绑定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3S 级技能圣灵祝福。拥有这个天赋，他根本不屑于给任何人当辅助。为了测试自己的真正实力，陆胜无视了朋友的劝阻，直接来到了新手禁地岩浆魔窟。滚烫的岩浆构成护城河，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热浪。副本门口的管理员兄弟看到陆胜这个小菜鸟，好心劝他先去新手村刷刷等级，找好队友再来挑战。可当陆胜亮出自己已经满足进入等级的身份牌时，大叔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居然宣称要一个人单刷这个高难度副本。大叔摇了摇头，不再多劝，只当这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准备让副本里的怪物教他做人。
陆胜深吸一口气，踏入了岩浆魔窟。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一旦进入，不击败最终 BOSS 就无法离开。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了普通难度进行试水。随着计时开始，一只狰狞的岩浆小鬼咆哮着冲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胜发动了他的天赋技能万倍增幅，圣赐祝福效果瞬间激活，他的所有属性直接暴涨10000点，持续整整1个小时。面对眼前的小怪，陆胜甚至懒得躲闪，随手一锤就将其秒掉。他惊喜地发现，在万倍属性的加持下，自己已经变成了无敌的存在。这些曾经让无数玩家头疼的怪物，如今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简直就像来给他送人头的。于是，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游戏设计师都大跌眼镜。陆胜如同一阵旋风，以砍瓜切菜般的速度横扫了整个副本。原本需要一支精锐小队花费数小时才能攻略的路线，在他脚下仅10分钟就走到了尽头。系统提示攻略进度已达95%，最终 BOSS 火焰恶龙即将出现。伴随着一声震天龙吟，巨大的火焰恶龙降临在陆胜面前，他摆出威严的姿态，正准备发表一段充满压迫感的开场白。然而，陆胜只是用洞察术扫了一眼，发现这头龙的血量竟然只有区2900点。他甚至懒得听对方把话说完，直接一锤子就送这头可怜的最终 BOSS 回了老家。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惊艳装备拿到手软，爆出的2件装备更是完美契合他的力量型属性。陆胜感到索然无味，普通模式对他来说毫无挑战。他决定趁着万倍增幅的 buff 还没消失，出去挑战更高难度。可他刚一走出副本，就撞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闹剧。一个名叫张亮的盾战士正死皮赖脸地纠缠着一位身材火辣、面容冷艳的女游侠萱萱，非要跟他组队。萱萱不胜其烦，一再表示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刚刚出现的陆胜，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下一秒，萱萱竟主动挽住了陆胜的胳膊，并当着张亮的面让他帮忙赶走这个烦人的家伙。他悄悄在陆胜耳边许诺，只要帮他这个忙，他这个 A 级天赋的战斗职业者就带他打更高级的深渊副本。陆胜一阵无语，自己这是刚出虎穴，又被当成了挡箭牌。面对妒火中烧的张亮，他该如何应对？我们接着看。上集说到，男主刚刷完副本，出门就白捡了个便宜女友。注意看，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个被美女当众利用的挡箭牌，下一秒却进入了噩梦模式，单挑55级的恐怖魔王。而这一切都要从他刚才的一次见义勇为说起。就在几分钟前，一个嚣张的富二代正在街上强行骚扰一位美女，我们的主角陆胜只是路过，就被富二代当成了情敌出言威胁。没想到被骚扰的美女情急之下，竟一把将陆胜拉到身前，让他当起了自己的挡箭牌。富二代看到自己的女神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瞬间怒火攻心，不顾城内禁止私斗的禁令，疯狂地向主角扑了过去。结果可想而知，他因为违规而被当场逮捕。然而危机解除后，美女却反过来责怪陆胜占她便宜。原来陆胜看出了她的窘境，刚才只是在配合她演戏。陆胜潇洒地调侃了美女几句，称呼她为亲爱的，随后在美女羞愤的目光中转身离开。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普通的热心市民，竟然藏着一个惊天秘密。画面一转，陆胜直接选择进入了游戏的噩梦模式。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在这个模式下，他每秒都会持续损失生命值和法力值，环境极其恶劣。还没等他站稳脚跟，一个高达55级的精英怪就出现在他面前。要知道，这可是新手区，第一个怪就如此强大，简直不给普通玩家活路。陆胜也有些惊讶，哪怕他自身的全属性早已突破10000，但巨大的等级压制依旧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怪物的一击伤害恐怖，但他只是微微一笑，他真正的实力远不止于此。只见他身形一闪，躲开致命攻击，并断言只要自己能打中一下，战斗就会结束。话音未落，他便使出一套华丽的剑法，瞬间秒了这个55级的强敌。海量的经验值让他直接升级，更爆出了一件稀有的黄金品质装备——黑骑士的斗篷。不愧是噩梦模式，高风险果然有高回报。尝到甜头的陆胜瞬间开启了疯狂推图模式，一路上的怪物根本不是他的一合之将，灼热长弓、烈焰法袍，各种高级装备拿到手软，等级更是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了30级。就在他一路横扫，感觉爽到飞起时，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全场。噩梦模式的最终 BOSS 恶魔先遣军的统领，一个体型巨大的恶魔降临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一套技能甩出，没想到对方皮糙肉厚，竟然毫发无伤。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陆胜却毫无惧色，他要使出自己真正的绝招了。一套360度无死角的攻击即将展开，他能成功单刷这个终极 BOSS 吗？我们往下看。上集说到，陆胜在进行噩梦挑战时遭遇了深渊 BOSS， 上一秒还被其他玩家嘲讽是移动血包，下一秒却单枪匹马秒掉了连百人团都打不过的烈焰主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觉醒了全服唯一的3S 级天赋万倍增幅。就在刚刚，他凭借着这个逆天神技，轻松击败了强大的 BOSS。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他不仅瞬间升到了32级，更离谱的是，直接爆出了一整套暗金品质的恶魔军团套装。要知道，此刻游戏里的其他玩家还在为一件青铜或白银装备争得头破血流，而这个名叫陆胜的男人已经全身暗金，战力比早上翻了整整3倍，遥遥领先。更妙的是，这套装备还附带了一个名为恶魔的伪装的隐藏效果，
可以完美掩盖他真实的恐怖属性。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游戏世界，能够扮猪吃老虎，无疑是最好的保命手段。陆胜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在成为真正的大佬之前，他必须低调行事。然而，就在陆胜以为可以低调发育时，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城内的另一位天之骄子，稀有的隐藏职业者李天华，正被一位名叫夏大人的高层人物带着练级。夏大人看中李天华的潜力，想将其培养成自己的棋子，对他百般呵护。可就在这时，李天华在人群中看到了陆胜，眼神里瞬间充满了杀意。原来他和陆胜早有旧怨，恨不得立刻将其除之而后快。老谋深算的夏大人虽然嘴上劝李天华不要冲动，心里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陆胜这个小角色确实碍眼，为了让未来的棋子李天华能安心为己所用，他决定亲自出手，给陆胜一点教训。一场来自顶层势力的打压，正悄无声息地向陆胜袭来。对此毫不知情的陆胜，此刻正来到主城最大的星海交易所，准备处理掉刷怪爆出的一些用不上的装备。陆胜苦哈哈地排了半天队，眼看终于轮到自己时，一个女人却无视所有人，径直插到了他的面前。交易所的黄经理一看到这个女人，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嘴脸，点头哈腰的将其奉为上宾。陆胜当即就不乐意了，质问对方为何插队。没想到女人回头的一瞬间，他直接愣住了，这不正是自己的那位便宜女友洛轩轩吗？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是交易所的 VIP 客户，享有免排队特权，对陆胜的指责不屑一顾。周围的人也纷纷议论，原来她就是那个拥有 A 级光明之星天赋的天才光明游侠。只见洛轩轩在万众瞩目下，得意洋洋地从背包里掏出3件白银装备。黄经理立刻像见了宝贝一样，惊叹他竟然能单刷困难模式的岩浆魔窟，盛赞他前途不可限量。洛轩轩听着周围的吹捧，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就在所有人都对这3件白银装备惊叹不已时，一旁的陆胜却忍不住笑出了声，区3件白银货色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他背包里随便一件垃圾都比这强。洛轩轩听到嘲笑，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没想到这个在他眼里的便宜男友竟敢当众质疑自己。势利眼的黄经理更是立马跳了出来，指着陆胜的鼻子破口大骂。他上下打量着陆胜，发现他不过是个隐藏了属性的圣骑士，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让陆胜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毛头小子赶紧滚，别在这里惊扰了他的贵客，否则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接下来会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彻底傻眼？上集说到，陆胜要将副本掉落装备拿出售卖，却遭到经理嘲讽，下一秒却拿出一件黄金装备。此刻，交易行的黄经理和一旁的便宜女友正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男人手中的装备。这件装备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属性更是当下最热门的持续伤害效果。黄经理彻底懵了，要知道，只有地狱噩梦难度的深渊副本才有可能掉落黄金装备，而眼前这个男人不过是一个刚刚转职的圣骑士，怎么可能打通连50级顶级职业者都望而生畏的深渊？面对两人的质疑，男人只是淡定地表示，这是他的职业机密，无可奉告。这副风轻云淡的姿态，瞬间让刚才还狗眼看人低的黄经理冷汗直流。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罪了一位绝世高人，于是他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川剧变脸，前一秒还满脸鄙夷，下一秒就点头哈腰，不仅主动道歉，还立刻吩咐手下准备最好的包间和名酒，要盛情款待男人。然而男人却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打断了经理的殷勤，直言对方翻脸比翻书还快，自己可不敢和这种人做生意。一句话让黄经理的笑脸僵在了原地。为了留住这尊大佛，黄经理急忙开出高出1倍的价格收购。男人不为所动，他一咬牙，直接喊出了3倍的天价。为了彻底表示诚意，黄经理更是捧出了一张金光闪闪的卡片，这是星海交易行至高无上的至尊金卡，在每个城市，这张卡都仅限1张，持有者无论到哪个交易行，都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但事情还没完，他瞥了一眼旁边傲慢的富家千金，淡淡的表示自己更喜欢经理刚才那副按规矩办事的样子。黄经理是何等的人精，瞬间就明白了男人的意思，他立马板起脸，转身对着那位刚刚还被他奉为上宾的洛小姐义正言辞的要求他按规定排队，因为眼前的这位先生拥有更高的权限。便宜女友当场气得脸色发青，2次被同一个男人落了面子，他撂下狠话，发誓迟早要找回这个场子。随后男人在黄经理的恭迎下走进了至尊包间，他不再废话，直接将一个背包扔在桌上，让经理开个价。当黄经理打开背包的瞬间，他再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里面琳琅满目，竟然全都是白银和黄金品质的顶级装备。眼前的男人根本不是运气好，而是一位实力豪横到无法想象的玩家。他颤抖地猜测男人是不是单刷了噩梦级的岩浆魔窟，男人依旧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催促他赶紧估价。黄经理再也不敢有任何怠慢，他将3件黄金装备按市场价的数倍估值，再加上其余所有材料，最终给出了一个120万的整合天价。男人对这个价格还算满意，随手就完成了交易。钱货两清后，男人并没有着急离开，反而让经理拿来了售货清单。他迅速采购了一批镶嵌宝石、附魔卷轴和药剂。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被清单角落里的一本技能书吸引住了，书名是召唤赤天使投影，这是一本惩戒骑士的专属技能。黄经理注意到，他要将这本技能书免费赠送给男人。原来惩戒骑士这个职业早已无人问津，相关的装备和技能书在仓库里吃了10几年的灰。黄经理此举既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陆胜不动声色地收下这份大礼，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交易行。他没有丝毫懈怠，直接来到了传说中鬼见愁的炼级区恶臭沼泽。这里环境险恶，会不断释放剧毒瘴气，男人却毫无惧色，径直走了进去。他能否在这片孤寂之地再次创造奇迹呢？